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小懒。7月份最有意思的事儿还得是咱中国和美国那点事儿啊。表面上看呀，哎呦，这个新闻里天天说两国关系好像要回暖了，你来我往的，看着挺热闹的。但是咱老百姓心里得有杆秤，水面底下那股暗流汹涌着呢。这不就在7月份这个意大利那边就上演了一出谍中谍。一场没开枪没放炮的较量，悄悄的就开始了。这事儿得从一个正在度蜜月的小伙子说起。小两口新婚燕尔，攒了几天假，高高兴兴的飞到意大利，准备过一个罗曼蒂克的蜜月。这阳光、沙滩、古罗马斗兽场、好吃的冰淇淋，这画面多美啊！这个主人公叫徐泽伟，上海一个叫基塔半导体公司的技术主管，说白了就是个 IT 小哥。平时工作估计也就是维护这个公司的网络，帮这个同事装个系统啥的。结果呢，这两口子刚在米兰机场落地，这个脚还没站稳呢，呼啦啦上来一帮意大利的警察呀，二话不说，咔嚓一下，冰凉的手铐就给戴上了。这个小旭当时就懵了呀，他媳妇儿也吓傻了，这咋回事啊？抢劫啦？贩毒啦？都不是这个意大利警察说我们是奉旨办事。那是谁的旨呢？美国 FBI。 好家伙，这阵仗直接从蜜月旅行片变成了好莱坞警匪大片。这美国那边给出的理由是啥呢？说我们这个 IT 小哥徐泽伟涉嫌参与了一个叫哈弗尼尔人的黑客组织，还说他偷了美国研究新冠疫苗的资料。听到这儿，你是不是觉得有点耳熟？对喽，又是这套国家安全的说辞。这美国人这招真的是屡试不爽啊！不管想搞谁先扣上一顶威胁我国安全的大帽子，然后就可以为所欲为了。但是你猜怎么着？他们所谓的证据简直就是能把人笑掉大牙。翻来覆去，通篇指控就一个东西，一份邮箱登录记录，外加一个所谓的什么匿名线报，没了。就这点玩意儿，他们就要跨国抓人。哎，你想想，这合理吗？第一呢，没有受害者，你倒是说清楚是哪家公司的疫苗资料被偷了，偷了多少，造成了多少损失，一概没有。这第二呢，没有泄露细节，偷了什么数据，数据长得啥样，现在在哪儿也说不清楚。还有这第三更是重量级，没有任何技术上的证据能把这个小胡和这个黑客组织给联系起来，就凭一个邮箱登录记录。现在谁的邮箱没在这个国外登录过？出个差旅个游，这不是很正常吗？更搞笑的是这个美国压根儿就没解释，一个在中国半导体公司勤勤恳恳上班的 IT 维护人员，为啥要冒着牢底坐穿的风险去当什么国际黑客，还去偷那都快成过时产品的新冠疫苗资料？这动机在哪儿？图啥呀？所以这事儿明眼人一看就明白了，抓他跟他是谁干了啥关系不大，关键在于他在哪儿上班。这家公司呢叫基塔半导体，这名字你可能不太熟，但是他干的事儿可是动了美国人的奶酪了。他专门搞一种叫车规级芯片的东西。啥叫车规级芯片？简单来说就是这个汽车上用的芯片。现在的车越来越智能了，这上面有大屏幕，能自动泊车，能辅助驾驶，这些都离不开芯片。这个以前这玩意儿基本上都被国外的那几家大公司给垄断了，咱们想买得看人家的脸色，人家说多少钱就多少钱。但是现在呢，基塔半导体这样的公司起来了，咱们自己也能造了，而且造的还不错。那你想想，谁最不高兴？那肯定是原来躺着赚钱那些美国巨头所以美国这招叫精准打击。哎，我不给你公司正面杠，我直接把你公司的技术骨干给废了，让你公司的项目进行不下去，让你的人才对我人心惶惶。这招够损吧？这也不是他们第一次这么干了大家还记不记得7年前的孟晚舟大姐，华为的 CFO 在这个加拿大转个机就被扣下了，这理由是啥？说华为违反了美国对伊朗的制裁。可这个孟大姐压根就没去过美国，也没在这个美国境内操作过啥。这美国的意思就是我定的规矩全世界都得听我的，你在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不听我的话，我都能抓你。这就叫长臂管辖，这胳膊伸的那叫一个长从这个华为到基塔，你看套路都是一模一样的，目的就是要把咱们国家高科技产业链上的关键人物一个给敲掉，让我们永远没法科技自立。
这搁在以前啊，遇到这种事儿，咱们可能就是外交部出来啊，强烈抗议，严正交涉，然后就是漫长的法律扯皮。但这次不一样了，时代变了呀，朋友们！就在小徐被抓了1个礼拜之后，上海浦东国际机场一出好戏也上演了。一个叫毛晨月的大姐正准备出境，这位大姐可不是一般人哦，她是美国富国银行的董事总经理，还是一个叫国际保利商联合会新上任的主席。那简单说啊，就是国际金融圈里一个响当当的人物。他手里可是管着富国银行8到9成的中美跨境业务，是一个绝对的关键人物。就在他拿着这个护照过边检的时候，边检小哥啪的一下，在他的护照上盖了个蓝色的章，这个章可不一般哦，上面写着限制出境，理由涉及刑事案件，需配合调查。毛大姐当时估计也是懵了，那很多人看到这儿可能会觉得特解气啊，好，就该这么干，你抓我的人我就扣你的。哎，先别急着拍手啊，咱得说清楚，咱们国家办事啊，跟这个美国那套欲加之罪可不一样，咱们这是有理有据的依法办事。这位毛大姐她到底是犯了什么事儿呢？她呀，在这个金融圈里是个牛人，设计了一套叫本外币共管账户的系统。这个名字听着是挺专业的啊，其实说白了，它就是一个能让中国企业的钱更方便在国内外流动的工具。表面上呢，这是个金融创新，提高了效率，帮助企业融资。但是问题出在哪儿呢？这套系统啊，在实际操作中啊，有点像开了个后门，能绕开咱们国家的外汇额度监管。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啊，咱们国家呢，为了这个金融稳定啊，对大额的钱怎么流出国外有着严格规定的，不是你想转多少就能转多少的。这就好比一个大水库啊，得有一个水闸控制着，不能让这个水啊一下子全流光了。而这个毛大姐搞的这套系统呢，就相当于在这个水库大坝上啊，偷偷挖了个小管道，很多钱啊就能不经过这个水闸，悄悄就流出去了。这事儿可就大了啊！调查发现，他经手的很多业务都涉及到大笔资金通过这个香港啦、新加坡啦这些地方转到国外的离岸账户去。这里面有没有洗钱，有没有帮着资本外逃，这个嫌疑就非常大了。其实啊，早在2021年，咱们国家的银保监会啊就点过名了，说这种跨境保理业务啊水很深，有很大的监管风险。到了2023年，这种交易的规模啊就已经超过了860亿美元，其中差不多有1/3啊都是中国企业在国外的业务。而这个毛晨月正好就站在这片灰色地带的最中心，他所在的富国银行更是亲自下场，帮着一些中国企业设计了好几条能绕开监管的资金通道。所以你看啊，咱们限制他出境，不是因为他是美国人，也不是为了报复抓小徐，而是因为他的行为啊，实实在在的涉嫌触犯了咱们中国的金融法律。咱们有这个法律依据啊，有人证物证，这才出手的。这跟美国凭一个什么匿名线报就全球抓人啊，有本质的区别。这下啊，可真是打到了美国的痛处。这个不是抓个工程师啊，这是直接动了你华尔街的大鱼啊！这消息一出，美国那边立马就炸了啊！富国银行啊，连夜发紧急通知啊，所有员工啊去中国的出差计划全部取消。之前啊，跟毛晨月有这个合作的一些大公司啊，比如什么小米啦、比亚迪啦，也赶紧都撇清关系啊。网上跟他的合影啦、项目介绍啊，那删的叫一个快，生怕是惹火上身。一时间，这个整个华尔街啊都感觉到了寒意。他们这才发现啊，原来这个中国这边啊，它不是光会抗议，是真的会亮剑的。你以为这就完了？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。抓了个科技的，扣了个金融的，下一个轮到谁了？7月21号，美国国务院自己出来证实啊，说他们有一个政府雇员也被中国给限制出境了。这个人叫约翰·卡特，他是4月份从这个新加坡飞到成都的，申请的是那个144小时过境免签，就是说啊，我只是路过，我待几天就走。听起来是没毛病吧？很多外国游客都是这么来中国玩的。但是问题是啊，这位卡特先生在填入境申请的时候，不小心隐瞒了一个重要信息，他的真实身份。他可不是个普通游客哦，他是美国商务部的下属，专利商标局的正式员工。我的天哪，一个美国政府官员，你跑到中国不说自己的身份，伪装成普通游客，你想干嘛呀？
你是来旅游看熊猫的，还是来考察咱们什么商业机密和什么专利技术的？这动机啊就非常可疑。按照咱们国家的出入境管理法和反间谍法，这种行为啊就是典型的违法行为。你对我们不诚实，隐瞒身份了，我们当然有理由怀疑你的目的。所以啊，对不起卡特先生，您得留下来，等我们把这个事儿调查清楚了再走。这事一曝光，美国那边又是老一套，急得跳脚啊，说我们损害了国际人员交流。你看看这话说的啊，自己不觉得亏心吗？是你的人啊，先撒谎，违反我们的法律在先，我们依法办事啊，怎么就成了我们的错了？这逻辑就跟一个贼啊溜进你家被你抓住了，他还要反咬一口，说你家的门槛太高，绊着他了，破坏了邻里和谐。哎，你说可笑不可笑啊？所以你看啊，从这个孟晚舟到徐泽伟，是美国对我们科技人员的打压；从毛晨月到这个约翰卡特，是我们依据自己的法律对他们的金融和政府领域人员的精准反击。这下美国人啊就得掂量掂量了。以前他们是习惯了用法律当武器，想打谁就打谁，全世界都得听他的。今天啊，中国也学会了，而且玩的比他更明白。我们不搞你那套莫须有，我们是在自己的土地上用我们自己的法律办我们自己国家的事儿。你有你的长臂管辖，我也有我的主权铁拳。咱们把这一个月的事儿串起来看，就有意思了。7月初呢，美国在意大利抓了咱们的技术人员徐泽伟。7月中旬啊，咱们在上海限制了美国金融高管毛晨月。7月下旬，美国政府雇员卡特被限制出境的消息也爆出来了。你看这个节奏啊，一环扣一环，既是回应呢，也是布局。这三个人啊，一个是来自科技领域，一个是来自金融领域，一个是来自政府机构。正好就对应了美国对付咱们的3条主要战线：技术打压、资金监管、制度干预。咱们的反击啊，那叫一个精准、克制又强硬，每一步啊都踩在这个法律的框架里，让你有苦说不出。这就叫你打你的，我打我的。你用你的规则来恶心我，那我就在我的规则里让你也尝尝同样的滋味。这就像当年孟晚舟大姐能平安回国一样，光靠这个外交谈判是没用的。关键是我们也同步抓了在咱们这儿搞间谍活动的加拿大人，手里有了牌，才能在谈判桌上跟对方平等对话，逼着对方让步。今天啊，咱们再次亮出同样的牌，而且这一次啊，我们手里的牌啊，分量更重，目标更关键。毛晨月和卡特，这可不是什么普通的小职员，一个能搅动华尔街风云，一个能牵扯到美国政府的神经。这说明啥？说明美国过去那套我是老大，我怕谁的霸道做法不好使了。过去呢，他可以像一个什么国际警察一样啊，到处的指手画脚。现在啊，他每一次出手啊，都可能遭到意想不到的反击。这种反击啊，就像打拳击，你一拳过来，我不仅躲开了，还能借着你的力啊，回敬你一拳更狠的。有句老话说得好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不是不报，时候未到。以前呢，这美国呀，仗着自己的拳头大，嗓门高，没少对咱们搞各种小动作。但是今天啊，时代是真的变了。今天的中国啊，不再是那个只会发声明提抗议的老好人了。我们有了一整套完善的法律工具箱。所以啊，这场2025年7月的中美博弈啊，其实给美国人提了个醒啊。哎，以后再想随便找个理由就想抓我们的人，能不能承受得起我们加倍奉还的代价？这盘大棋啊，才刚刚开始，那主动权呢，正在悄悄的发生转移哦。咱们老百姓啊，就搬好小板凳，继续看戏吧。这往后的日子啊，只会越来越精彩啦。好了，今天就给大家聊到这儿啦，大家有什么想法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哦。我是小懒，我们下期再见。